女人每晚都会在铁路边上散步5小时，走累了就躺在座椅上休息。白天人多的时候，她会观察路人的一举一动。如此无聊的生活，她竟坚持了300多天，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从未换过。没人知道她是谁，为何要这样，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直到这晚，一位老人的出现，真相才被揭晓。白发老人牵着狗狗来到站台，他在狗狗的颈圈上塞了张字条，像是打算自寻短见的样子。此时对面的巡逻员也发现了老人，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女人也在一旁极力劝说，但老人似乎听不见他们的话，在列车过来的一瞬间跳了下去。一眨眼的功夫，老人被碾得稀碎。当晚警方封锁了现场，收拾残局，隔天火车站就恢复了正常运营。可诡异的是，女人发现老人又一次出现在了站台，她连忙冲上去问老人，你昨晚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老人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就是魂魄呀，你能看到我，那代表你也是魂魄呗。女人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死了，怪不得周围的人都不理她，这就是刚上映不久的新版《消失的她》。7号站台。故事前半部分剧情紧凑，悬疑感十足，后半部则是人人都爱看的复仇爽剧。回到故事中，女人不像老人这样还记得生前的事，她连自己是谁怎么死的都没有半点印象。老人推测她可能是生前受到重大打击，过度恐惧导致失忆。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车站周围似乎有结界，列车和出口都有屏障挡住，不让他们离开。这天，一位伤心的女子在餐厅哭泣，女人出于怜悯伸手擦了擦她的眼泪，在触碰到泪水的一瞬间，无数个画面闪过脑海，刹那间她恢复了部分记忆。原来自己的名字叫丽莎，是一位高中老师，母亲是白的，父亲是黑的，还有一个很爱自己的帅气未婚夫。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此刻终于得到释放。 Why would I take my own life? I was loved. 恰好这天是她的忌日，父母和未婚夫来到站台祭拜。丽莎跟着3人一路来到关口，看着亲人离开车站，她不想大家丢下自己，下意识地冲了上去，竟意外发现此刻能冲破屏障了。父母跟未婚夫在街道外分别，丽莎没有跟父母回去，而是第一时间跟在未婚夫身后。未婚夫还是跟以前一样帅气，但脸上多了几分忧郁，似乎还没从失去伴侣的悲痛中走出来。家里的摆设也跟以前不同了，处处透露着一种单身汉的气息。感慨之余，丽莎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报纸，上面刊登了老人跳轨的新闻，当中还提及了1年前丽莎的案子。上面几个大字清楚地写着，女子存在精神问题，跳轨自尽。她一脸的不可置信，自己怎么会有精神问题？丽莎坚信事实一定不是报纸说的那样，她认为自己是被陷害的。然而目前她只恢复了部分记忆，要想知道谁是凶手，还得想办法恢复遇害前的记忆。直至她回到父母家，一张照片触发了些许可疑的记忆。照片上的男人叫阿德，是未婚夫以前的室友兼同学。丽莎清楚地记得，自她跟未婚夫拍拖起，阿德就经常用很诡异的眼神盯着自己。事发前2个月还时常跑到家楼下，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啥。为此，丽莎来到阿德家一探究竟，恰好碰到对案件有怀疑的警员巴克前来调查。阿德看到警察像见鬼似的，立马说不方便，慌忙关门赶走了巴克。显然阿德是心虚的，或许他是凶手，亦或许他藏了什么秘密。既然巴克在调查自己的案子，那跟着他也许会有收获。巴克翻看了当晚车站附近的监控，监控里丽莎像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路狂奔，还时不时回头看一下。放大画面一看，原来右边有一个穿连衣帽的男人在追赶，但画面过于黑暗，根本看不清男人的脸。更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线索，之前调查的警员居然没有发现，反倒被一个刚上岗的小警员发现了。想必这当中一定有猫腻。不仅如此，巴克还研究了丽莎家附近的路线图，在公寓到车站有一条直通的道路，但偏偏丽莎当晚往另一条弯曲的小道跑去车站。如果她是自杀的话，为何不走直通的路，反倒要走弯路呢？丽莎回到监控外没有拍到的路段，按照报纸说辞，她是爬上这排栏杆后跳轨的。在她触碰栏杆的一瞬间，记忆画面一闪而过，当时翻过栏杆后，有一双手抓住了她的脚，这双手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了。在查到监控线索后，巴克又一次赶往阿德家。Now bedtime. 阿德家挂着一件黑色连衣帽，丽莎跟巴克都不免感到震惊，心中虽然有些许疑惑，但也不敢肯定，毕竟这种位移很多人都有，并不能证明阿德就是凶手。巴克说，我在丽莎的同事那打听过，丽莎曾对同事透露说你有一段时间总是跟踪她，对此你怎么解释？阿德表示那也不算跟踪，只是我有话想跟她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说明白，因为我多次提醒过她，她好像听不懂，亦或者是她不愿相信我说的话，所以有几个晚上我都来到她家楼下，就是迟迟没有跟她直面坦白。话说阿德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从他家里的杯子摆设就能看出来，他不仅内向，还有严重的强迫症，所以跟普通人沟通说不清楚也不是没可能。阿德提示巴克可以找丽莎的发小问问，他知道的也许比我更多。提起发小，丽莎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在他生日派对那晚，发小拉他到厕所里偷偷讲了一件事。发小说，原本我有邀请自己的表妹也来的，
当他知道马特是你的未婚夫后不肯来了。他跟马特以前是同事，他说马特总是缠着他，走哪跟哪的那种，冤魂不散的那种，导致他后来不得不换单位。他离开后马特就搬来跟你住了，难道你还没看出问题出在哪吗？可惜丽莎并不相信发小说的话，还气冲冲地赶走了发小。如今回想起来，如果发小说的是真的，那会不会未婚夫马特才是凶手呢？带着这个疑问，丽莎跑回公寓，恰好碰见马特带着另一个女人回来。女人问照片上这个女的是谁，马特一脸遗憾地说那是我前任，不过他已经死了。马特表示同居后没多久丽莎就变了，总是发信息问他在哪，恨不得每分每秒都监视他，最后逼得他不得不提分手。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丽莎会选择用自杀这种方式来惩罚他。这番描述成功勾起了女人的怜悯心，她忙送上拥抱以示安慰。而丽莎在听到这段描述后更是晴天霹雳，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原来是个撒谎大王，自己明明不是那种粘人的女友，怎么在他嘴里描述的像个变态一样。她蹲坐在厕所哭了起来，而就在她擦眼泪的一瞬间，当晚被追杀的画面一闪而过，后面那个追赶的黑衣人面孔变得逐渐清晰，是马特。当晚追赶她的正是未婚夫马特。影片至此，丽莎终于恢复了所有记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马特 PUA 的漩涡当中，两人相处的每一幕都让人细思恐极，毛骨悚然。接下来是相恋到遇害的全过程，姐妹们可以当反面教材看看。丽莎因一次脚伤与马特相识，凭着帅气又绅士的形象，马特很快把她追到手，没多久两人便住到了一起。而在同居的第二天，马特就拿出一份房屋按揭让他签，可房子是丽莎父亲给的首付，他自然想让马特负担还款部分，当即拒绝了马特。马特当时的嘴脸就有些不耐烦了，但为了钓大鱼他还是忍了。而接下来便是他变本加厉的一次次加大丽莎的内耗。这天丽莎被领导提拔参选副校长，他第一时间跟马特分享这个好消息，马特却一脸不屑地说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就凭你这种能力能当副校长，也不看看自己适不适合。接着他拉高自己的姿态，说自己经历的比丽莎多，这不是在贬低，而是希望他别不自量力，到时候应付不过来还要把情绪带回家里。丽莎听了他的提议，拒绝了领导的提拔。马特得知这个消息后又反问他为什么拒绝，丽莎说不都是你说的吗？怕我应付不过来影响感情。马特立马炸起来说我可没这么说，那是你的事，我只是提意见，你可别怪在我身上。丽莎虽然很无语，但也信了他的鬼话。此刻的她已经开始内耗，并且无形中拉低了自己的姿态，被马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发小告知他马特是个控制狂，他也没有怀疑，反倒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马特。马特解释，我确实跟你发小表妹谈过一段时间，但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的，是他天天缠着我不放，深情款款的样子让丽莎根本无法抗拒。她又一次相信了马特。见时机成熟，马特开始了最后一步，扮忧郁精神控制对方。这晚他独自待在客厅里哭泣，丽莎发现他不在枕边，便走出大厅。丽莎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觉得自己对你不够好，你没发现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吗？丽莎说性格一样的人在一起那该多无聊啊，情侣肯定有磨合阶段的。马特说还是不了，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过下去，像一起共楼这种事我们的意见都不同，以后怎么共患难呢？丽莎担心他会跟自己分手，立马主动拿出按揭合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看看这个渣男的嘴脸吧，表面上还在问你确定要这样做吗，实则内心开心的一批，这个女人还不是被我拿捏了。之后的日子他对丽莎忽冷忽热，想怎样就怎样。明明答应到丽莎工作的学校办医学科普会，却待所有学生到场时他才来爽约。回家后还破口大骂，说自己有很多病人要照顾，你不能为了你的虚荣心把我拿出去炫耀，好像就你有一个医生男友似的，恨不得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过后他又开始安慰丽莎，宝贝，我是不希望你变成一个虚伪的人，所以不想你在学校那么高调。事情发展到这，丽莎已经内耗到极点了，她开始厌恶马特总是发信息问你在哪，感觉活在对方的监控之下。这天她在街上偶遇前任，再见亦是朋友，两人坐下来聊了几句，恰好此时马特又发信息问她在哪，不耐烦的丽莎直接回了句在家。到家后马特开始质问她， When I texted you earlier, you were in a bar, weren't you? How did you even...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why you lied. 丽莎被对得哑口无言，只好坦白，两人因此大吵了起来。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会动手。It's you! 丽莎被吓坏了，忙冲了出去，跑到父母家门口。她本想向父亲诉苦，但又怕打扰老人家休息，于是便跑到公园待到深夜，直至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带了回去。如果这晚她敢向警察或者父母求救，也许结局会截然不同，但她偏偏犹豫不决，迟迟没说出来。隔日她约父亲出来，本想着把事情告诉父亲，却没想到还没开口，马特就突然冒了出来，阻止了丽莎向父亲诉苦。怎么上次他知道自己在酒吧，这次又能精准地找到自己？丽莎怀疑手机被装了追踪系统，于是上网做了一次测评，不出意外，测评结果真的是被装了追踪系统。
气得他当晚就说要收拾包袱走人。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马特，他将丽莎摁倒不让其离开。丽莎本能的一脚踹开马特，然后立即往屋外逃走。他一路狂奔来到火车站，为了不让马特抓到自己，他翻越围栏。他终于想起了所有事情，愤怒的他本能的挥拳发泄。没想到怒气值最高时还能开启新技能触控食物，他不太确认，又试了一下开门。呵呵，这下看老娘不整死你！接下来是全片最爽的复仇剧情。趁着马特上班，他特地在家烧好一大桌菜，还贴心的配上蜡烛。马特回到家，整个人都看傻了，这么一大桌烛光晚餐谁烧的？台灯还在一开一关。厕所里所有水龙头都开着的，玻璃上还画了个小星星，这全是他以前跟丽莎做过的事情，心虚是肯定有的了。不过他没有往那方面想，而是冲下楼质问邻居 Did you let someone into my flat today? Who was it? Haven't let anyone in. The key. The fucking key that Lisa said she gave you for emergencies. Get it now. Go into my flat again, and I will slap an injunction on you. First and final warning. That cuts both ways. 以上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隔日，马特把两人的合照丢进垃圾桶，丽莎又将其捡了回去。待马特回到家，他立即播放录像，那是他生日派对上马特深情款款唱的情歌。马特忙四处翻找遥控器，却惊讶地发现遥控器放在冰箱里，就说诡异不诡异吧。等他关掉电视后，丽莎又重新投影上去，吓得他连忙把电线拔了。接着丽莎又点开电脑播放。疑惑之余，转眼又看到早上丢的合照被摆回了桌子上，这可把他给吓够呛的。还不够呢，对付这种要面子的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丢脸。上班的时候，丽莎用马特的手机统一发了条信息给所有同事，一张她十分妖娆的照片，附文：你喜欢这样的我吗？马特被领导带走问话，并停职了3个月。因为这件事，现任女友当晚向马特提出分手。没想到恼羞成怒的他又一次像对丽莎那样对待女人，但这一次他不会得逞的。丽莎直接扑上来锁后，马特被吓得跑出大楼。神奇的是，他现在能听到丽莎的声音了，吓得他在院子里原地挣扎，而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个原地打转的疯子。丽莎像当晚那样，一路将他赶到铁轨附近。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他也翻越了围栏。剧情跟丽莎当晚经历的一模一样，但唯独不同的是，丽莎最后还是救了他一命。就这样死掉实在太便宜他了。故事的最后，警员巴克查明了真相，马特因精神错乱被关进疯人院，护工会每天给他配备药物，不过吃了也没用，他还是会每天听到丽莎的声音，在折磨中度过下半生。